小梦，谢谢你。怎么，还在生爸爸的气？我在生我自己的气。总有一天，你会觉得你做的是对的。这一切什么时候能结束？很快，希望许光明会看那份报告。你心里很明白，他肯定会看的。这么自信？他是这方面的专家，出于职业本能，你觉得他不会看吗？太好了。哎，你觉得许光明要是看了这份报告之后，会是什么感觉啊？你这么做，等于已经直接把我给出卖了，你知道吗？这就已经坐实了我偷了他的移动硬盘，我偷了他的样品研发核心技术。你觉得他应该是什么反应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。那份技术报告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整，许光明即便是怀疑，也无话可说。那你为什么要给他看？我们做的越坦荡，他对我们的怀疑就越小啊。我是为了你才这么做的，放心吧，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爸，你是不是心里特别得意？那你为什么不站在我的角度上去考虑一下问题呢？我是你的父亲，你是我的女儿，许光明是我的准女婿。原本非常简单的事儿，可是我却要绞尽脑汁，费了这么大一番周折。你不觉得我这个父亲做的太悲哀了吗？你活该，因为你太自私自利了。你不管做什么事情，你只考虑你自己的立场，你从来不会为别人去着想。我希望这件事情快点结束。那就要看接下来你怎么做了。如果你配合得好，这一切也许很快就会结束的。爸，你要的东西我都已经帮你得到了，你还要我配合你什么？结婚，马上跟许光明结婚。这个事情跟我和许光明结不结婚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。只有你跟许光明成为了合法的夫妻，许光明才不会再追究硬盘的事了。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，我们才可以毫无顾忌地用许光明研发的技术开始生产药品。现在的那份技术报告，不过是个障眼法，根本通过不了药监局的审查。你明白了吗？我明白了。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我到底有多么的愚蠢。我一步一步的都被你牵着鼻子走上一条不归路。现在倒好，现在我把许光明也拉到这个深渊里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小梦，你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我现在所做的一切也都是为了你呀。你不是也想跟许光明结婚吗？在这件事上，我并没有逼你啊。是，你是没有逼我。但是你一直在利用我，你一直在利用我对许光明的感情。事到如今，就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吧。我们已经没有退路，只能往前走。你怎么忽然来了？快坐呀！你怎么了？有个问题我在家想了很长时间，我觉得还是要来问问你。什么问题？你问吧。就是关于你们这个医药生产技术报告。这个你看过了？
我知道我不应该看，但是我还是看了。没关系，药监局都已经备案公示了，这不是什么机密啊。我来就是想问你，你们这个医药生产技术报告是什么时候完成的？这个报告几个月前就出来了呀，怎么了？几个月前？那为什么你们用的核心技术跟我研发的一样？光明，我不知道，是不是你最近太敏感了？为什么你总是不相信我呢？而且我们都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，我求你不要怀疑我好不好？好，这个问题咱们回头再说。我就是想告诉你，你们的药不能按照这个规范报告来生产。为什么？这里难道有什么问题吗？你们的这个纯化办法不是不行，但是效率太低，成本又太高。关键是，药物的活性成分将来会受影响。那怎么办呢？行，我不为难你了。你的意见，我会转告给我爸爸的。这不是转达不转达的问题，就是不能生产。好了好了，我们不说这个问题了，好吗？光明，我想问问你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呀？什么事儿啊？我爸爸一直在问，咱们两个什么时候结婚呀？喂？什么？好，我马上过来。爸，爸，爸，我妈这怎么了？这是，之前不还好好的吗？是啊，你妈这次发病特别突然，虽然经过抢救，暂时没有生命危险，不过什么呀？大夫说没几天了。爸，阿姨，我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结婚？叔叔，我没意见，我就是担心，结婚那么大的事情，时间上来不来得及。王周，只要你没意见，我们今天就发请柬，后天就结婚，就在医院办一切从简，这样行吗？小李啊，委屈你了。叔叔，您千万别这么说。能跟光明结婚，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谢谢。光明，你怎么听了？嘿，好，好。你也别太难过了。虽然现在阿姨所剩的日子不多了，但是我们必须要打起精神来，把这场婚礼办好，这样才能了了阿姨这个心愿。